这是一碰就会爆炸的硝基樱桃，若想品尝它的美味，就必须要在6度的油里进行切片。小松吓得冷汗直流，双手也开始不停的颤抖。他小心翼翼的切开外皮，丝毫不敢刺激到里面的果肉。可一想到樱桃炸弹的爆炸威力，下一刀他实在无法继续。此时时间只剩下2秒半钟，就在这最后关头，阿鲁猛地冲了进来，一把抓起樱桃整个吞下。炸弹在他的胃里发生爆炸，他口吐黑烟，跪倒在地，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的燃烧。见此，莱布十分得意，可下一秒阿鲁竟重新站了起来。在他看来，食物没有好坏之分，皆是大自然赐予的恩惠。因为吃下了爆炸樱桃，阿鲁小队获得了10分，按照规矩可以交换任意一种鬼王级食材。他用250分的魔鬼熊猫换来了对方200分的闪电柠檬。众人听后直接亚麻呆住了。如果莱布接受交换并打败熊猫，那阿鲁小队就可以直接卷铺盖走了。可莱布却是一脸的阴沉，虽然他能够打败熊猫，但为了节省体力，还是选择了放弃。而阿鲁也拖着受伤的身躯，硬生生的吃下10万伏特的闪电柠檬，比分直接反超。可赌局还没有结束，这一轮莱布上来就抽到了180分的电力香蕉。虽然这是吃下一口就少活2年半的食材，但是莱布却凭借独特的烹饪手法轻松化解。在吃掉了电力香蕉后，莱布的分数再次反超130分。此时场上剩下的所有食材加一起也只有80分，就算阿鲁小队将他们全部拿下，也不可能超过莱布。莱布自以为胜券在握，所以他故意放水选错牌，把所有的食材都留给了吃货小队。可连续选了3种低分食材，阿鲁全部吃光，但是和莱布还相差60分。此时场上还剩下最后一种食材剧毒土豆，它的毒性是断肠草的1000倍。由于莱布之前已经放弃了魔鬼熊猫，如果这次再放弃就会输掉比赛，可吃下去又会小命不保。怎么看阿鲁小队都是稳操胜券，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甚至开始哈哈大笑起来。因为在美式赌场里压根就没有他吃不下的东西。但可却微微一笑，其实一开始他就知道莱布可以吃下所有食物，可他却开始询问莱布，你还记得今天吃东西的顺序吗？听此莱布瞬间愣住了，身上的冷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毒土豆的毒性虽然可以通过烹饪方式去除，但此前吃下的闪电柠檬和电力香蕉反而使其隐藏的毒性增加了几10倍。只要莱布敢吃，那铁定全村吃席。可莱布不甘心就这么认输，随即他启动隐藏在大脑中的开关，虽然毒土豆的毒素无法避免，但它可以隔绝所有的疼痛，然后再在胃上覆盖一层保鲜膜，这样毒素就无法侵入体内。可就在莱布感觉自己又行了的时候，可好心的提醒道，别忘了你刚刚喝酒时吃下的下酒小菜。芝士白菜虽然可以解酒，但是它还有另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分解胃部自身产生的保护膜。这下莱布是真的慌了，汗水如同瀑布般从脑瓜子上冒出。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每一步竟然都被可给看穿。虽然比赛已经输了，但他仍旧不死心，不会打架的厨子不是好厨子。随后他一声怒吼，叫出小弟们准备群殴，这明摆着就是玩不起，开始耍无赖。可他却忽略了一点，对面站着的可是4大天王中最强的2位。莱布猛地抱起疯狂旋转手中的双斧，可仅是一个照面就被魔化后的可轻松解决，这下是彻底老实了。失败后的莱布不再嚣张，他带着阿鲁等人来到大脑储藏室，这里存储着全世界50%的美食记忆，而阿鲁要找的陨石大蒜也在其中。正当阿鲁发愁这么多的脑子要找到猴年马月时，一旁的伙伴兴奋地告诉他，真正的陨石大蒜就在眼前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美食赌场之战表面上是分数博弈，但内核是存在主义较量，其中暗含3重深意。第一层信仰之争，阿鲁视食物为自然恩赐，用身体接纳爆炸樱桃，而莱布将食材量化为分数，最终被食物相克反噬，暴露出功利背离的本质。第二层因果之恋，可的预知非亏未来，而是编织因果链，让莱布每步皆为中毒埋下伏笔，预示人生无偶然，全是累积。第三层直面痛苦，莱布用科技屏蔽疼痛视为自欺，阿鲁承受灼烧跪地却坦然站起，全是强大源于直面苦痛而非逃避。总结这场对决的本质，是用头脑算计败给了身体承受。作品借美食提醒我们，生命中的终极宝藏无需外求，当你停止用分数去衡量，转而用感恩和勇气去直面时，它自然就会出现在眼前。